极寒末世，气温骤降至零下70度。重生回来的姐姐抢走了号称拥有核能地热的顶奢豪宅，把漏风的红砖筒子楼留给了我。她以为我会冻成冰雕，我却在邻居大妈的火炕上抱着猫，吃着热乎乎的烤红薯。就在她裹着貂皮大衣直播嘲讽我时，豪宅的供暖系统停摆了。窗外的风声像厉鬼在嚎，那是气温跌破零下60度的哀鸣。我盘腿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怀里的狸花猫元宝正摊着肚皮，呼噜声打得震天响。屋里弥漫着老式炉筒子烤红薯的香甜味，暖和的甚至让人有点昏昏欲睡。手机屏幕上，我那好姐姐叶一的直播间却是一片惨白。家人们，谁懂啊？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恒温云顶豪宅，外面冻死狗，我这儿还得喝加冰的香槟呢。叶一穿着一条真丝吊带睡裙，手里晃着高脚杯，背景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灰白色的死寂废土，窗内却是壁炉跳动的火焰。弹幕瞬间炸了，全是清一色的富婆求抱大腿，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叶一看着满屏的跪舔，笑得花枝乱颤，特意把镜头凑近那块号称航天级隔热的落地玻璃。看到没？这可是双层真空冲压玻璃，外面零下70度，摸上去一点都不冰。这就是阶级壁垒啊，家人们！我看着他那得意的嘴脸，忍不住嗤笑出声。上一世他抢了这栋筒子楼，以为这里人多能抱团取暖，结果因为老楼电路老化，取暖器把楼给烧了，他没被冻死，反而被烧成了重伤。而我住在那个豪宅里，虽然前期舒服，但后期地热系统故障，我活活冻死在那个冰冷的水晶棺材里。重生回来，他发了疯一样抢走了豪宅的钥匙，把这栋注定会被烧毁的破楼扔给了我。哎呀，也不知道我那个傻妹妹怎么样了。叶一突然话锋一转，故作忧伤地叹了口气。她非要去住那个破筒子楼，那种老房子四处漏风，这会儿估计已经冻硬了吧。真可怜，我想救她都出不去呢。我把一块烤得流油的红薯塞进嘴里，顺手给他的直播间点了个举报。不好意思啊姐，这辈子我提前改造了线路，还囤了10吨无烟煤。这筒子楼虽然破，但它有一样豪宅没有的东西，人气儿。这栋楼是70、80年代苏式建筑，墙体厚得像堡垒，最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全城唯一的连通式火炕结构。此刻楼上楼下的邻居们正聚在一起，烧火的烧火，做饭的做饭，整栋楼就像一个巨大的保温桶，热浪滚滚。而叶一那个豪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所谓的核能地热系统其实只是个高功率的地缘热泵，在这绝对的极寒面前，地表下的热量早就被抽干了。好戏才刚刚开始。到了第二天夜里，气温进一步下探，达到了恐怖的零下72度。筒子楼的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冰花，但屋里的温度计依然顽强的只在20度。我和几个邻居大妈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热气腾腾的水雾把屋顶都熏湿了。小叶啊，多亏你提醒咱们囤煤，不然这鬼天气真得要命。楼下的王婶一边擀皮一边念叨。我笑了笑，把刚煮好的饺子端给元宝，这小家伙吃得满嘴流油。就在这时，特别关注的提示音响了，叶依依又开播了，但这回画风有点不对劲，她身上那件清凉的吊带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件厚厚的羊绒大衣，甚至还裹了条围巾。原本红润的脸蛋此刻显得有些苍白，嘴唇也没了血色。家人们，今天这系统好像在维护，温度稍微降了一点点，不过还是比外面强多了哈。他强撑着笑脸，但说话时嘴里呼出的白气却出卖了他。弹幕里开始有人质疑：主播，你嘴里怎么冒白烟了？不是恒温26度吗？就是啊，我看背景里的壁炉火怎么灭了？叶依依眼神闪烁，急忙解释：这叫情调，壁炉太热了我关了，而且这叫加湿器喷雾，懂不懂啊？你们这群穷鬼！我冷眼看着那个豪宅的致命缺陷爆发了，极寒导致冻土层发生物理形变，地下的热泵管道估计已经被挤压断裂了。现在的豪宅就是一个四面漏风的巨大玻璃盒子，那些引以为傲的落地窗现在就是最大的散热口。很快，叶依依不满足于跟弹幕对线，她急需发泄心中的恐慌和寒冷，她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还在外面为了生计奔波的可怜人。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只有一些急需用钱救命的人才会接那种天价的送命单。叶依依打开了外卖软件，专门点那种距离极远、制作繁琐的热汤面，备注里写着必须送到豪宅门口，少一滴汤我就差评。很快，一个接单的骑手出现在了直播画面里，那是一个50多岁的大叔，身上裹着臃肿的棉被，骑着一辆改装过的雪地摩托，顶着足以把人吹飞的暴风雪，艰难地挪到了豪宅的大门口。因为豪宅的安保系统识别到低温自动锁死，大叔根本进不去。您好，餐送到了，门打不开，您能出来拿一下吗？大叔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出来，被寒风撕扯得断断续续，听着都让人心颤。叶依依坐在沙发上，裹着被子，看着监控画面冷笑：让我出去拿？你想冻死我？你自己想办法送进来，送不进来就是违约。可是这门真的打不开啊，求求您了，这汤快凉了。大叔的声音带上了哭腔，叶依依却像是找到了什么乐子，她对着直播镜头，脸上露出扭曲的快意。家人们看好了，这种底层人就是贱，
不逼一把，他们根本不知道动脑子。他按下对讲机，恶毒地喊道：既然进不来，那你就跪在门口等着，等什么时候门开了你再进来。要是敢走，我就投诉你偷餐，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大叔在风雪中瑟瑟发抖，他家里还有生病的孩子等着这笔救命钱，他不敢走，也不能走，他就那样跪在豪宅那扇冰冷的金属大门前，怀里死死护着那碗面，试图用体温留住最后一点热气。弹幕里开始有人骂了：主播你是不是人啊？这么冷的天让人在外面跪着，会出人命的，快让他走吧。叶依看到骂声反而更加兴奋，他那被冻得发青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病态的潮红。圣母婊都给我滚！我是消费者，他是服务者，顾客就是上帝，懂不懂？再说了，我这是在帮他磨练意志。时间1分1秒过去，大叔的身影渐渐被风雪覆盖，变成了一个白色的雪堆。我看着这一幕，拳头死死攥紧，指甲嵌进了肉里。元宝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愤怒，弓起背，对着屏幕发出了低沉的嘶吼。豪宅外，那个雪堆已经很久没有动静了。喂，死了没？没死吱一声。叶依不耐烦地对着麦克风喊道，没有回应。此时，豪宅内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0度，叶依冻得鼻涕直流。她终于忍不住了，想让那个骑手把面扔进来，哪怕凉了也能吃口东西。行了行了，算你运气好。本小姐大发慈悲，你把面放在门口滚吧。依然没有回应。叶依依恼羞成怒，她操控着智能摄像头拉近焦距，画面中大叔依然保持着跪姿，怀里紧紧护着外卖箱，但他那双露在外面的眼睛已经结上了一层白色的冰霜，空洞地望着豪宅那扇紧闭的大门。他冻死了。就在这一刻，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直播间里原本还在辱骂叶依依的弹幕突然停滞了一瞬，我也听到了。通过直播的高保真收音设备，一声极其细微却又极其尖锐的声音传了出来。嗡，那声音不像是风声，倒像是某种高频的震动。紧接着，那个跪在门口的僵硬尸体在大风的吹拂下轻轻地向前一倾，咚，他的头盔轻轻磕在了豪宅那扇号称坚不可摧的防爆玻璃门上。这一磕就像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原本应该坚硬无比的特种玻璃，在这个轻微的撞击下，竟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鸣响。那声音好听得像水晶杯相撞，却让所有听到的人头皮发麻。什么声音？叶依依愣住了，下一秒，以大叔头盔撞击点为中心，一道幽蓝色的裂纹瞬间炸开，但这裂纹并不是普通的破碎，它在发光，那是极寒低温下材料分子结构发生脆性改变后被特定频率的震动激发的冰晶共振。咔嚓咔嚓，裂纹像有生命的毒蛇，顺着大门疯狂向上攀爬，瞬间爬满了整面落地窗，甚至蔓延到了豪宅的主体承重柱上。叶依惊恐地尖叫起来，她引以为傲的堡垒此刻正在发出即将崩塌的呻吟，而门外那个死去的大叔仿佛化作了叩门的死神。还没等叶依反应过来，第一块玻璃炸了。伴随着一声巨响，那扇足以抵挡步枪子弹的防爆玻璃，在极寒与共振的双重夹击下，化作了漫天晶莹的粉末。零下72度的恐怖冷空气，像一条被囚禁了1000年的冰龙，咆哮着冲进了温暖的室内。啊！叶依依的尖叫声瞬间被狂风撕碎，直播画面剧烈摇晃。我看到原本摆在桌上的红酒杯瞬间炸裂，红酒还没落地就凝结成了红色的冰珠。那奢华的真皮沙发、昂贵的波斯地毯，在接触到冷空气的瞬间，立刻挂上一层白霜。叶依疯了似的往卧室跑，试图躲进更小的空间，但没用，冰晶共振还在继续。因为豪宅为了追求极致的采光和美感，采用了全框架玻璃幕墙结构。此刻，这种结构成了最大的催命符。随着第一块玻璃的破碎，气压的瞬间变化引发了连锁反应，哗啦哗啦，整面的玻璃幕墙开始接连崩解。豪宅不再是豪宅，它变成了一个露天的停尸房。直播间里，观众们疯了。卧槽，报应，这是报应啊！那个大叔是来带他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物理超度吗？太吓人了！我冷冷地看着屏幕，叶依已经跑不动了，极度的寒冷会让人的肌肉迅速僵硬，血液流速变慢。他裹着的那件羊绒大衣在零下70度的狂风面前，跟一张纸没什么区别。他缩在墙角，头发已经被吹成了乱鸡窝，脸上挂着鼻涕和眼泪，瞬间就结成了冰凌。救命！救命啊！他对着镜头哭喊，声音哆哆嗦嗦，已经听不清字句。妹妹，不黑，救我！我有钱，我都给你。他终于想起了我，他那双冻得发紫的手颤抖着抓起手机，试图给我拨打视频电话。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接通了，但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把镜头对准了屋内。画面里，我身后的火炕烧得正旺，邻居王婶刚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炖粉条，那浓郁的香味仿佛能透过屏幕飘过去。元宝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喵了一声。这一幕对现在的叶依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夜不黑，你让我过去，我是你姐，你不能不管我。叶依看到这一幕，嫉妒和求生欲让他回光返照般的吼了出来。那房子本来是我的，是你抢了我的运势，你让我过去啊！我笑了，轻轻吹了吹碗里的热汤，慢条斯理地说道：姐，
你说什么胡话呢？当初可是你拿着刀逼我交出豪宅钥匙的，还说我是贱命只配住筒子楼，现在怎么又想来体验贱命的生活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叶依依哭得眼泪直流，但眼泪流出来就冻在了脸上，疼得她龇牙咧嘴。只要你让我过去，这豪宅不，我所有的首饰存款都给你。晚了，我冷漠地看着他。而且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什么？叶依依眼神呆滞。那个大叔还在门口看着你呢。我悠悠地说道。你现在的体温可是他唯一的热源了。叶依依猛地打了个寒战，惊恐地看向门口，当然那里只有漫天的风雪和破碎的玻璃，大叔的尸体早就被大雪掩埋了，但心里的恐惧比严寒更致命。就在这时，豪宅的智能管家系统发出了最后一声警报，警告，核心能源模块已冻结，备用电源耗尽，系统即将关机，祝您晚安。屏幕黑了，叶依依的直播间也因为设备冻关机而彻底断线，但我知道她还没死。在这个末世里，死亡往往不会来得那么痛快，她会在极度的寒冷中一点点感受自己的血液凝固，看着自己的皮肤坏死，在无尽的悔恨和痛苦中慢慢变成一座冰雕。我放下手机，夹起一块吸满汤汁的粉条放进嘴里，真香。第二天一早，风雪稍微小了一些，筒子楼里的邻居们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准备去附近的商场搜集物资。因为我有重生的经验，知道哪条路安全，哪个仓库还没被淹没，所以大家一致推举我当领队。我们全副武装，裹得像熊一样走出了楼门。路过那个著名的富人区时，我特意绕路去看了一眼，那个曾经金碧辉煌的恒温云顶豪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晶莹剔透的废墟。而在废墟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冰雕，那是一个女人，保持着蜷缩的姿势，手里还死死攥着一部手机。她的脸上保留着最后时刻的表情，那是极度的惊恐和至死无法闭上的贪婪双眼。而在距离她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一个微微隆起的雪堆。我走过去，轻轻拂去上面的积雪，是那个外卖大叔，他依然保持着跪姿，怀里那碗面已经冻成了石头。我叹了口气，从背包里拿出一瓶高度白酒，洒在了大叔面前。大叔，下辈子别接这种单了。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元宝突然从我的背包里探出头，对着豪宅废墟的某个角落疯狂哈气，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喵！他的叫声尖锐刺耳，充满了警告的意味。我心头一跳，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在叶依依那个冰雕的旁边，原本平整的雪地竟然在微微蠕动。不对，那不是雪地在动，是从豪宅地下的废墟里钻出了什么东西。一只惨白的手猛地破雪而出，一把抓住了叶依冻硬的脚踝。那只手上长满了黑色的长毛，指甲锋利如刀，根本不像是人类的手。我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想起来了，前世除了极寒，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东西伴随着低温降临了，那就是雪鬼。它们是变异的生物，专门在极寒中寻找热源，而刚刚死去的尸体体内残留的那一点点余温，对他们来说就是无上的美味。咔嚓，那只怪手猛地一拽，叶依的冰雕瞬间被拖进了地下的空洞里。紧接着，下面传来了令人牙酸的咀嚼声，咯吱咯吱。周围的邻居们吓得脸色惨白，连连后退。那是什么东西？王婶颤抖着问道。我深吸一口气，拉紧了防寒服的拉链，眼神变得凌厉起来。真正的末世现在才刚刚开始，别看，快走！我低喝一声，带着众人迅速撤离。叶依的结局已经注定，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惨，但我们还得活下去。回到筒子楼后，我立刻召集了所有住户，把1楼的大门封死，所有窗户再加固1层钢板。我严肃地说道，从今天开始，除了搜集物资的小队，任何人不准离开这栋楼半步。大家虽然不知道刚才看到的是什么，但出于对我的信任，都纷纷行动起来。就在我们忙着加固防御工事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简短的1行字：如果你看到了血鬼，那就证明核心已经苏醒了。来市中心大厦，我有你父母的消息。我瞳孔猛地一缩，父母？上一世，父母在末世降临前就失踪了，我和叶依都以为他们早就遇难了，难道他们还活着？而且核心是什么？我握紧了手机，看着窗外漫天的风雪，心中的疑云比这暴风雪还要浓重。看来这辈子的路注定不会平静了。那条短信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麻。核心、苏醒、父母，这3个词组合在一起，瞬间击穿了我重生以来的冷静。上一世，直到我冻死，都在寻找父母的下落，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失踪。而关于核心，我只在临死前听几个路过的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提起过只言片语，那是掌控着这场极寒末世命门的神秘存在。喵呜！元宝突然用爪子勾了勾我的衣袖，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死死盯着手机屏幕，瞳孔竖成了一条细线。他在害怕这条短信，还是短信背后的人？小叶，咋了？脸色这么难看？王婶凑过来，手里还拎着把沾着冰渣的消防斧，这是我们刚从商场安保室顺来的。我迅速锁屏，把手机揣进怀里，贴身放好。没事，王婶，通知大家逃。我压低声音，语气是不容置疑的森冷。刚才那东西吃完我姐，尝到了甜头，
闻着味儿就会跟过来。咱们身上热乎气太重，在他们眼里就是行走的大火腿。一听这话，原本还在因为搜刮到几箱方便面而沾沾自喜的邻居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回程的路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风雪大得像要把天地缝合在一起。我们这支队伍虽然裹得严严实实，但那股子活人的热气在零下70度的废土上，简直就像黑夜里的探照灯一样显眼。咯吱咯吱，那种令人牙酸的踩雪声始终不远不近地掉在我们身后。有好几次，我猛地回头，只能看到白茫茫的风雪中，似乎有几道黑影贴着地面一闪而过，他们在狩猎，在等待我们露出破绽。终于，那栋红砖外墙的筒子楼出现在视野里，它矗立在风雪中，虽然破旧，但那一扇扇封着厚木板和棉被的窗户里透出的微弱光亮，此刻就是天堂的灯塔。快进牢，锁死大门！我大吼一声，拽着王婶最后一个冲进楼道。厚重的铁门被合上的瞬间，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紧贴着门板响起，咚！整扇铁门剧烈震颤，门框上的灰尘簌簌落下。门外传来了一声充满了贪婪与不甘的嘶吼，听得所有人头皮发麻。那一晚，筒子楼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虽然火炕依然滚烫，屋里暖和的甚至能穿单衣，但没人睡得着。楼下的铁门外始终徘徊着那种沉重的脚步声，还有利爪抓挠铁皮的刺耳噪音，滋啦滋啦，像是指甲刮过黑板，每一下都刮在人的神经上。我坐在2楼的楼梯口，手里把玩着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元宝趴在我膝盖上，耳朵时刻警惕地转动着。小叶，那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住对门的李大爷哆哆嗦嗦地递给我一杯热水，是不是那豪宅里的冤魂啊？比冤魂可怕多了。我喝了口热水，眼神冷冽，那叫血鬼，极寒变异体。他们怕火，怕高温，但又极度渴望热源。咱们这栋楼现在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自热火锅。李大爷吓得手里的杯子差点掉了。那咱们咋办？这铁门能挡住吗？挡不住多久。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通过预留的射击孔往外看，外面的风雪中影影绰绰地围了至少10几只，它们身形佝偻，长满白毛，四肢着地，像某种畸形的大猩猩，但动作快得惊人。这一世因为蝴蝶效应，血鬼的出现时间比前世提前了整整1个月，必然是因为叶一那个蠢货在豪宅里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又把自己当成了第一顿美餐，把这群恶鬼给引来了。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我冷笑一声，转头看向身后的邻居们，各位想活命吗？大家拼命点头，像捣蒜一样。想活命就别省着了，把咱们囤的工业酒精、高度白酒还有废机油都拿出来。我的计划很简单，关门打狗。但这栋筒子楼有个独特的构造优势，它是回字形结构，中间有个天井。我要把这群畜生放进来，然后把天井变成焚尸炉。凌晨3点是一天中最冷，也是人最困倦的时候。楼下大门的荷叶已经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咔嚓，伴随着一声金属断裂的脆响，铁门被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寒风裹挟着腥臭味倒灌进来。好，第一只血鬼钻了进来，他浑身覆盖着坚硬的冰甲，双眼冒着幽幽的蓝光，流着粘稠的口水，直奔热源最盛的1楼大厅。紧接着是第2只、第3只，他们兴奋地嘶吼着，以为闯进了粮仓，殊不知他们闯进的是地狱。我站在2楼的护栏边，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黑影，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动手！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在2楼、3楼走廊上的邻居们同时抛出了手中的武器，无数个装满混合燃料的玻璃瓶像雨点一样砸向1楼天井，哗啦哗啦，瓶身碎裂，刺鼻的液体瞬间淋了血鬼们一身。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划燃了一根火柴，微弱的火苗在黑暗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抛物线，轻飘飘地落了下去。轰！火焰瞬间腾起，化作一条狂暴的火龙，将整个1楼天井吞噬。这种混合了废机油和酒精的燃料附着力极强，一旦沾上就甩不掉。凄厉的惨叫声瞬间刺破了夜空，那些不可一世的血鬼变成了一个个疯狂挣扎的火球，他们在火海中翻滚嘶吼，试图撞开墙壁逃跑。但筒子楼那70、80年代苏式建筑的厚重墙体，此刻成了他们无法逾越的牢笼。热浪扑面而来，烤得我脸颊发烫。元宝兴奋地在栏杆上跳来跳去，仿佛在欣赏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咋？别停！王婶杀红了眼，把家里的存货一股脑往下扔。是人是吧？吓唬我是吧？老娘烫死你们！这场火烧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楼下的惨叫声彻底消失，只剩下油脂燃烧的噼啪声和令人作呕的焦糊味。我拎着一桶血水泼了下去，熄灭了残火。天井里躺着10几具焦黑的尸骸，而在这些尸骸的灰烬中，我看到了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那是血鬼的心脏部位，一种晶莹剔透的蓝色晶体。我眼睛一亮，前世传说中的冰河，据说这东西蕴含着极寒能量，是后期异能者觉醒的关键，也是启动某些高科技设备的能源。这一波不仅仅是防守，更是报复。清理战场后，我在邻居们敬畏如神的目光中挖出了整整15枚冰核，这些晶体握在手里冰凉刺骨，却让元宝馋得直流口水。我试探性地给了他一颗最小的，这小家伙一口吞下，
随后舒服地打了个饱嗝，身上的毛色竟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光亮，体型似乎也大了一圈。果然，这东西是进化的钥匙。但这栋楼虽然暂时安全了，那个神秘短信的阴影却始终笼罩在我心头。市中心大厦，我看着地图，那里距离这里有20公里。在平时这不算什么，但在极寒末世，这20公里就是天堑。可如果不去，父母的线索就会断。而且，如果那里真的有核心，或许能找到终结这场末世的方法，或者至少能让我活得更好。3天后，我做出了决定。王婶，这把枪留给你。我将射钉枪和剩下的一半冰盒交给了王婶。这栋楼的防御工事已经很完善了，只要你们不乱开门，守住这里没问题。王婶眼圈红了，小叶，你真要走？外面那么危险，我得去找我爸妈。我紧了紧背包带，元宝已经熟练地钻进了我特制的保暖胸包里，只露出一颗毛茸茸的脑袋。而且我总觉得这场雪还要下很久很久，我不去看看源头，心里不踏实。告别了筒子楼的温暖，我再次踏入了零下70度的荒原。这一次我的目标明确，但我没想到的是，刚走出2个街区，我就被人盯上了。那不是雪鬼，是人。在一座废弃的地铁站入口，一辆经过重度改装，甚至架着机枪的雪地越野车横在路中间，挡住了我的去路。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穿着白色战术迷彩服的男人，他戴着护目镜，手里把玩着一把军刀，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待宰的肥羊。哟，这鬼天气还有美女出来逛街？他吹了个轻浮的口哨，目光落在我鼓鼓囊囊的背包上，留下物资和猫，人可以滚，或者人也留下。我停下脚步，手悄悄摸向了腰间的开山刀。还没等我说话，那个男人突然愣了一下，视线聚焦在我的脸上，像是认出了什么。等等，你是叶依依？他皱起眉头，随即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不对，叶依那个蠢货已经在直播里把自己玩死了。你是他那个据说抢了破房子的妹妹？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男人舔了舔嘴唇，眼神变得更加贪婪。听说你那栋破楼里暖和的像春天，正好兄弟们正愁没个暖和的据点，带路吧，妹妹。我看着他，不仅没有恐惧，反而笑了。正愁去市中心路太远没车坐，这就有人来送快递了。带路可以。我拔出刀，刀锋在雪地反光下闪着寒芒。不过得看你有没有命跟得上了。那男人显然听到了这辈子最好笑的笑话，看我有没有命。他夸张地捂着肚子大笑，周围几个端着枪的小弟也跟着哄笑起来。小妹妹，你是冻傻了吧？你知道这把枪每分钟射速多少吗？他抬起枪口，甚至懒得瞄准，眼神像是在看一只蝼蚁。本来想留个活口暖床，既然你找死，那就元宝开饭。我轻轻吐出4个字，话音未落，男人只觉得眼前一道灰影闪过，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动作，只有一声极其轻微的利刃切过软组织的扑哧声。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捂住自己的喉咙，鲜血还没来得及喷涌而出，就在零下70度的极寒中迅速凝结，堵住了伤口，只发出咯咯的窒息声。而在他身后的雪地上，元宝优雅地落地，粉嫩的舌头舔了舔爪子上的一抹鲜红，眼神轻蔑，吞噬了冰河后的元宝速度已经突破了猫科动物的极限，在这些被低温冻得反应迟钝的人类眼中，他就是一道看不见的闪电。老大，剩下的3个小弟慌了，枪口乱晃，试图捕捉那个鬼魅般的小身影。别找猫了，看这儿！我已经趁乱欺身而上，手里的开山刀借着冲刺的惯性，狠狠劈向离我最近的一个驾驶员。刀光如血，那人下意识举枪格挡，但普通金属在极寒下变得极脆。当，枪管直接被劈断，刀锋去势不减，直接嵌进了他的锁骨。啊！惨叫声刚起，我反手拔出一根从王婶内顺来的织毛衣用的钢针，精准地扎进了第3个人的太阳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到5秒，4人小队3死1伤，最后剩下的那个机枪手吓得腿都软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裤裆瞬间湿了一片，然后迅速结冰。别杀我，我是技术员，我会开车，我会修车。他崩溃地大喊。我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刀尖滴着红色的冰珠。车我自己会开。手起刀落，在这个末世，仁慈是最大的自杀，留下活口就是给那所谓的组织报信。我熟练地搜刮了他们身上的弹药、压缩饼干，然后把4具尸体拖到远处掩埋。别误会，我不是好心，我是怕血腥味引来更多的雪鬼，把我的新车给挠花了。坐进那辆改装越野车，久违的暖气扑面而来。呼，我长舒一口气，把元宝抱在怀里，狠狠吸了一口。干得漂亮，今晚给你加2个罐头。喵！元宝骄傲地扬起下巴。我发动车子，引擎发出野兽般的轰鸣，目标市中心大厦。有了这辆越野车，原本艰难的跋涉变成了坦途。这车显然经过特殊改造，底盘加高，轮胎换成了履带，玻璃也是防弹防寒的双层结构。车里的无线电台偶尔传来滋滋啦啦的电流声，似乎有人在呼叫刚才那个3小队。我直接伸手关掉了。越靠近市中心，
周围的景象越诡异。如果说外围是被冰雪覆盖的废墟，那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水晶宫殿。摩天大楼表面覆盖的冰层不再是浑浊的白色，而是呈现出一种妖异的幽蓝色。空气中弥漫着肉眼可见的蓝色光尘，那是高浓度的极寒能量粒子。车内的温度计开始报警，即便开着暖风，车窗上也开始结起了冰花。这就是核心的影响范围吗？我喃喃自语。终于，那座地标性的市中心大厦出现在视野中，它就像一根巨大的冰刺，直插云霄。而在大厦的顶端，一道粗大的蓝色光柱冲天而起，搅动着天空中的乌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场景既壮观又绝望。就在这时，手机再次震动，那个陌生号码发来一条新短信：走地下货运通道，密码7793，别走正门，那是给死人走的。我眯起眼睛，这个人一直在监视我。我猛打方向盘，车子一个甩尾，冲进了大厦侧面黑漆漆的地下车库入口。输入密码，卷帘门缓缓升起。车子刚开进去，我就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违和感。这里没有冰，甚至有点热。地下车库里灯火通明，巨大的排风扇轰隆隆地转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氧和机油的味道。我停好车，握紧手里的刀，把元宝塞进背包，只让他露出眼睛。出来吧！我对着空荡荡的车库喊道：“引我过来，总得露个脸吧！”啪！啪啪！一阵孤单的掌声从阴影里传出，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厚底眼镜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看起来瘦弱不堪，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不愧是叶教授的女儿，够警觉，也够狠。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我沾血的衣角。门口那几个清道夫是你解决的吧？少废话！我刀尖指向他。我爸妈在哪？你是谁？年轻人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我叫林森，是你父亲的学生。至于你爸妈……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跟我来吧，你自己看。电梯一路向下，显示的楼层却是负30层。这栋大厦的地下竟然被挖得这么深，外界都以为这是天灾。林森站在电梯里，低声说道：“其实这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地球恒温计划。听起来很伟大吧？你父母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负责人。”我心里掀起惊涛骇浪，本来是为了调节全球变暖，结果核心运算错误，制冷系统暴走，抽干了地表的热量，制造了这颗永冻之心。叮！电梯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我瞳孔骤缩。这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洞，充满了科幻感，无数粗大的管道汇聚在中央，而在那里悬浮着一颗巨大的深蓝色的晶体，就像我从血鬼体内挖出的冰河的放大版，足有房子那么大。它在缓慢旋转，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气，却被周围的一圈高科技力场束缚着。而在那巨大晶体的下方，有2个透明的休眠舱，里面躺着的一男一女。虽然苍老了许多，虽然紧闭着双眼，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爸妈！我失声喊道，下意识想冲过去。别动！林森一把拉住我，那是身体稳定锚。如果你现在过去破坏立场，整个城市不，整个省都会瞬间绝对0度，你也得死。我硬生生止住脚步，转头死死盯着他。什么意思？他们还活着吗？活着，但生不如死。林森咬着牙，那个控制着这里的疯子执政官，他发现只有你父母的生物电波频率能稳定住这颗暴走的核心，所以他把它们做成了人肉电池。怒火瞬间点燃了我的理智。上一世，我在寒冷中绝望死去，以为父母早就遇难。这一世，我才知道他们就在我脚下，受着这种非人的折磨。那个执政官在哪？我的声音冷得像冰。就在上面，顶层。林森指了指头顶。他控制了核心的能量输出，把自己改造成了怪物。他想利用这个核心建立新秩序，做冰雪世界的王。那支袭击你的车队就是他的爪牙。林森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块芯片，塞进我手里。这是我偷偷编写的病毒程序，只要能插入顶层的主控台，就能强制重启核心，解除你父母的锁定。但是他看着我，眼神复杂。通往顶层的路全是改造过的精英血鬼和重武器守卫。我只是个文弱书生，上不去。但你或许可以。我握紧了那块芯片，感受着它棱角的坚硬。背包里的元宝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杀意，低吼了一声，爪子弹了出来。那个执政官怕火吗？我突然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林森愣了一下，他是冰系异能改造者，理论上怕。我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笑，从背包侧袋里掏出了最后一瓶没舍得用的特制燃烧弹。那就好办了，既然他想当冰雪之王，那我就送他一场火葬。林森没有骗我，通往顶层的路是用尸骨铺出来的。电梯早在灾难初期就停运了，我只能走消防通道，从负30层往上爬。这本身就是一场体能的极限挑战，更别提每一层楼梯拐角都潜伏着杀机。好，刚爬到10楼，一只体型比普通血鬼大2倍的怪物撞破防火门冲了出来。它身上不仅有白毛，还镶嵌着金属外骨骼，显然是被人为改造过的生物兵器。元宝，左边！我大喝一声，身体向右侧滑铲，手中的开山刀借着地面的冰层，狠狠斩向怪物的脚踝。当刀刃砍在金属护甲上，
火星四溅，震得我虎口发麻。这玩意儿的防御力简直变态。那怪物咆哮着挥动巨大的机械臂砸下来，水泥台阶瞬间崩碎，碎石飞溅，擦破了我的脸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金色的残影闪过，元宝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跳到了怪物的后颈处，那里是外骨骼连接的缝隙，也是唯一的弱点。喵呜！随着一声凄厉的猫叫，元宝锋利的爪子精准地刺入缝隙，狠狠一脚，怪物庞大的身躯猛地僵住，随后像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下，蓝色的血液喷了一地。我喘着粗气爬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谢了，伙计。元宝嫌弃地甩了甩爪子上的蓝血，跳回我肩头。接下来的几十层就是无休止的杀戮。我的刀卷刃了，就换捡来的消防斧，斧头柄断了，就用敌人的枪托砸。体内的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让我暂时忘记了疲惫和疼痛。我脑海里只有一个画面，父母躺在那个冰冷的休眠舱里，像标本一样被抽取着生命。怒火是我唯一的燃料。终于，那是第100层的大门，门上结着厚厚的蓝冰，透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我深吸一口气，从背包里掏出最后2枚冰盒，硬塞进嘴里嚼碎吞下。一股极寒的能量瞬间在体内炸开，但这股寒意没有冻僵我，反而像兴奋剂一样，让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这是上一世我在临死前才领悟的，只有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砰！我一脚踹开了那扇象征着死亡的大门。顶层的景象奢华的令人作呕，这里没有风雪，甚至温暖如春。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脚下死寂的冰封城市，而窗内却是铺着厚厚羊毛地毯的宫殿。在大厅的正中央坐着一个男人，或者说一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手里端着红酒杯，但他的下半身已经完全晶体化，与地板下的蓝色能量管道融为一体。无数根透明的管子插在他的后背，输送着幽蓝色的光流。这就是执政官。你比我想象的要慢了5分钟，他优雅地晃了晃酒杯，转过身来，那是一张英俊却苍白的脸，左眼已经被一只散发着红光的机械眼取代。林森那个蠢货，以为给我安个病毒就能翻天。他轻蔑地笑了笑，不过还是要感谢他把你送来。叶教授的女儿，你的基因里一定有完美的抗寒序列吧？我没跟他废话，直接举起了手中的改装霰弹枪。砰！这一枪直奔他的面门，但在子弹即将击中他的瞬间，一面透明的冰盾凭空出现，叮！子弹被冻结在半空，然后无力地坠落。粗鲁！执政官摇了摇头，手指轻轻一点，地面瞬间窜出无数根冰刺，像疯长的荆棘一样刺向我。我狼狈地翻滚躲避，原本站立的地方已经被扎成了刺猬。在这个领域里，我就是神。执政官张开双臂，身后的能量管道光芒大盛，外面的那些蝼蚁只能在寒冷中颤抖，而我将利用这颗核心，创造一个新的冰雪纪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不是你们人类最喜欢的法则吗？放屁！我躲在一根巨大的罗马柱后面，咬牙切齿。你那是谋杀，那是把你自己的同类当成燃料。同类？执政官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不，我是进化者，而你们只是旧时代的残渣。他猛地一挥手，那根罗马柱瞬间被寒气冻裂，崩塌下来。我被气浪掀飞，重重地撞在墙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太强了，这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战斗。他在核心的加持下，有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元宝焦急地在我身边转圈，对着执政官哈气，但也不敢贸然进攻。那家伙身边的绝对0度立场，连元宝靠近都会被瞬间冻僵。绝望吗？执政官操控着悬浮的冰座飘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把你父母的基因密码交出来，我可以考虑把你做成我的第1号收藏品，就像你姐姐那样。哦，对了，你姐姐的味道不错，虽然蠢了点。听到姐姐2个字，我脑海中闪过那个在豪宅里冻成冰雕的蠢女人。虽然我恨她，但这个怪物提起她的语气让我恶心。我擦了擦嘴角的血，手悄悄伸进了背包的侧袋，那里有林森给我的芯片，还有那瓶特制的燃烧弹。你想要基因密码？我突然笑了，笑得比他还要疯狂。行啊，你过来拿啊！执政官眯起眼睛，似乎在评估我是否还有反抗能力，但他太自负了。他自以为掌控了绝对的力量，却忘了最基本的物理常识。极寒遇上极热会发生什么？他操控着冰座缓缓下降，伸出一只晶体化的手抓向我的脖子。就在他的指尖触碰到我皮肤的前一秒，元宝闪光！我大吼一声，元宝猛地从我怀里窜出。但他没有攻击执政官，而是用尽全力撞向了大厅侧面的一排巨大的液氮冷却罐。当罐体破裂，白色的液氮雾气瞬间喷涌而出，遮蔽了视线。执政官的红外一眼瞬间失去了目标。雕虫小技！他怒吼一声，挥手想要驱散雾气。就是现在，我猛地拔开燃烧弹的引信，但这瓶燃烧弹里装的不是普通的汽油，而是我混合了之前收集的所有血鬼体内油脂提炼的高纯度燃料。去死吧！我用尽全身力气，将燃烧瓶狠狠砸向他身后那些输送能量的透明管道。只要断了他的奶，他就只是个残废。不！执政官察觉到了我的意图，惊恐地想要回防，但已经晚了。哗啦！燃烧瓶精准命中，管道破裂。轰！幽蓝色的能量液遇到这种特制火焰，瞬间引发了剧烈的化学反应，不是爆炸，而是
热寂，两种极端的能量在狭小的空间内碰撞，产生了一股恐怖的冲击波。执政官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背后的连接管被炸断，下半身的晶体开始出现裂纹。你毁了我的王国，我要杀了你！他疯了，拖着残破的身躯向我爬来。他疯了，拖着残破的身躯向我爬来。周围的空气开始急速降温，甚至连火焰都要被冻结。我被冻得浑身僵硬，连手指都动不了。眼看他的冰爪就要刺穿我的心脏，一道黑影从天而降，是元宝。他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像个金色的小刺猬，嘴里竟然叼着那块林森给我的病毒芯片。他像一道闪电，避开了执政官的爪子，直接跳到了大厅中央的主控台上，那里有一个闪烁着红光的插槽。元宝用爪子按住芯片，狠狠地拍了进去，咔嗒，这一声轻响在混乱的战场上显得格外清晰。大厅里的警报声瞬间变成了刺耳的高频尖叫，警告，非法入侵，核心逻辑重置中，自毁程序已启动，自毁程序已启动。不，执政官绝望地嘶吼着，他的身体开始从内部崩解，那些强行融合的冰晶失去了能量支持，开始反噬他的肉体。砰砰砰，他在我面前炸成了一地碎冰。随着执政官的死亡，那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寒意终于开始消散。主控台上的屏幕疯狂闪烁，最后定格在一行绿色的字上：核心重置完成，地热循环系统重启中，预计地表温度将在72小时内回升至零下10摄氏度。赢了！我瘫软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元宝跳回我身边，用脑袋蹭着我的脸，他的毛也被烧焦了一块，显得有些狼狈，但在我眼里他是最帅的猫。脚下的地板传来轻微的震动，我知道那是地下的休眠舱正在解锁。我强撑着身体，跌跌撞撞地冲向电梯。再次回到-30层时，林森正跪在地上，泣不成声。那两个巨大的透明舱盖已经打开，一男一女两个身影正互相搀扶着坐起来，虽然虚弱的不像样子，头发也全白了，但他们的胸膛还在起伏。爸妈，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终于决堤。上一世的遗憾，这一世的拼命，在这一刻都值了。母亲颤抖着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声音沙哑的像砂纸摩擦。不黑，我的女儿，你受苦了。1个月后，极寒并没有完全退去，但气温已经稳定在了零下10度左右。这对于经历过零下70度地狱的人类来说，简直就是恩赐。市中心大厦被改造成了新的幸存者基地，由林森和父亲共同管理，致力于恢复城市的能源供应。但我没有住在那里，我开着那辆修好的越野车，载着父母，还有那只不可一世的胖猫，回到了老城区。那栋红砖筒子楼依然矗立在风雪中，像个倔强的老兵。还没进院子，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烤红薯味。哎呀，小叶回来了！王婶正带着人在门口扫雪，看到我的车，激动地把扫帚都扔了。楼里的邻居们全都涌了出来，大家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笑容。这就是你说的家。父亲看着这栋破旧的老楼，眼中却满是温情。是啊，我推开那扇斑驳的单元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那是火炕的热度，是饭菜的香气，更是活着的人气。我把元宝放在肩头，扶着父母走进了这个在末世中唯一的真正的避风港。窗外风雪依旧，但这已经不再是那个令人绝望的冬天了，因为我知道春天就在这厚厚的冰层下悄悄发芽。